欧啦啦，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史前仙人洞穴。在1992年呢，有人在浙江某处的神秘水潭的深处发现了神似龙宫的宫殿建筑遗址。难道这里真的是史前龙王的盘踞之地吗？在千百年之间呢，一直庇佑着江浙人民风调雨顺吗？它就是被称为世界第9大奇迹的龙游石窟。这石窟奇在哪里呢？龙游石窟是藏在浙江龙游县凤凰山上的石窟群里。现在呢，已经发现的石窟有24个，每个呢都差不多30多米高，也就是相当于10层楼吧。里面的架空构造呢是非常的巨大的，气势恢宏。最先发现和挖掘出来的7个石窟呢，甚至还跟天上的北斗七星排列，形状一致。那这些石窟到底是谁开凿的呢？是什么时候开凿的？又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呢？世界第9大奇迹的美名又是怎么得来的呢？那么事情呢，还是要从32年前说起。在上世纪末呢，龙游县还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县城，发展非常的缓慢，村民们的生活呢也是比较拮据。县里呢仅有一个海拔69米高的荒凉的小山头，名叫凤凰山。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嘛，所以浙江呢经常发洪水，洪水一来呢，人们就拖家带口的就开始往这个凤凰山上跑来避难。等待洪水退去之后呢，从山上往下看呢，有心人就会发现凤凰山周围有很多的水潭，一眼都看不到底。但是在日光的照射下呢，却隐隐的泛出一些玉石的光芒。由于当地的洪水呢实在的过于频繁，所以不少的村民就觉得爬上爬下太麻烦了，索性呢就在荒山上开垦定居了下来。所以就从山下村还变成了山上村了。那吴阿乃呢，就是这个时候搬到凤凰山上居住的村民之一。凤凰山附近的水潭很多，许多的村民呢都自制钓鱼竿呢，在岸边钓鱼。看着这个水潭是不起眼，但是这里的鱼呢收获还颇丰，甚至有人还钓起过一只鱼王重达37斤重。这件事情当时轰动了全村。要知道这么大的鱼如果放到市场上是绝对是抢手货，甚至能够卖到数千元。那吴阿乃呢当时就从中看到了商机。于是在1992年的6月呢，吴阿乃就和其余的3个人从县里面农具厂借了一台大型的抽水机。他就想着说把这个水给抽干，美其名曰是想把潭中的这些鱼呢一网打尽，说是要带这个全村的人民一起致富。可是他的醉翁之意根本就不在酒嘛。其实这个吴阿乃等人主要是想趁机看看这个水潭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传说中的，比如说玉石宝藏一些呢。万一真的被他们捡到了宝呢，那么他就可以走向人生的巅峰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仅仅只有20平米的一个小水潭，里面的水它怎么抽都抽不完。难道这里面连着海里面的东海龙宫吗？4位中年男子呢，好奇心于是就上来，他们决定呢一抽到底。结果呢，这抽水机连续工作了4天4夜之后呢，终于见底了。然而他们见到的不是满地活蹦乱跳的鱼，居然是一个1级的台阶，通往更深处的水底。于是他们就觉得，哇，这个下面肯定还有宝藏，因为有台阶嘛，不会是千年古墓吧？要知道龙游这个地方在1万多年前是有人居住了呀。那个时候的龙游人就知道种稻子，学者就认为是目前发现人类最早的稻谷了。那后来呢，到了春秋战国时候这里也曾经是一个诸侯的都城，所以这么悠久的历史能没有几个埋葬着宝藏的古墓吗？所以这么仔细一想呢，这几个人就用抽水机加码开始干起来了。到了第9天呢，2条像巨大的鱼尾巴一样的石柱就出现了。于是在抽了8天之后呢，到了第17天呢，一个庞大的地下的宫殿露出水面了。里面居然有石桥街道，甚至还有池塘和墙壁，天花板以及石柱呢都有。表面是整整齐齐的，雕刻着平行的条纹，有一处呢还刻着马、鸟还有鱼的图案。其中那些鸟呢看上去十分的古老，看上去呢更像是恐龙时代的那种鸟类。不过呢，除此之外呢，这个宫殿里就什么都没有了。这4位村民当时就很不甘心嘛，连续抽了那么多天什么都没有。于是他们就撸起袖子呢，想要继续抽其他那些深潭的水。于是他们连续抽了附近6座深潭的水呢，结果都没有抓到鱼，却都抽出了一个个藏在地下的石窟。那这些石窟呢，也都是空空如也，除了发现的第7个洞里有一个无头的石像之外呢，里面就什么都没有了，连鱼都不见了踪影。所以村民们当时都很沮丧。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空石窟本身却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发现石窟的消息呢一经传开那一段时间来到龙游县的各种考察团考古队呢就络绎不绝。
随着更多的水下洞穴重见天日呢，专家们就惊喜地发现在0.3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居然有24个洞窟，而每个单独的石窟的面积都在1000平方米到3000平方米之间。洞内的垂直高度30米，由若干个巨大的石柱承托，结构牢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石窟群。沧海桑田风吹水泡呢，这些巨大的鱼尾形的石柱居然依旧保持着精美的雕刻。可见当时手艺人的高超的技法，它是集功能性和装饰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着实令人叹为观止。那么在石室的中央呢，还有一个向下方的一个方形通道，一眼看不到底。那这里呢，应该就是连通某处的地下河流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吴阿乃等人抽干了水却没有看到鱼的原因。因为鱼儿们应该是看到水位下降呢，纷纷利用这条水道都逃命到其他水系去了。那关于这些石窟的起源和背后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呢，更是增添了龙游石窟的神秘的色彩。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呢，龙游石窟地区是一片繁华的水乡，这里的河流纵横，湖泊茂密，渔业和农业都十分的发达。然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呢，生活却并不安宁。据说这里曾经有一条凶猛恶毒的龙在作祟，它经常出来兴风作浪导致这里呢就洪水泛滥，农田被毁，人们的生活都在恐惧之中。为了驱赶恶龙呢，保卫家园，当地的村民就决定寻求神仙的帮助。他们日夜祈祷，希望能有神明降临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终于呢，他们的诚意就感动了天上的神仙，一位叫做吕洞宾的仙人就下凡了。于是他下来就告诉村民们，这个恶龙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他掌握了地下的神秘力量。那吕洞宾就教会了村民一些特殊的法术让他们在地下呢挖出一个个石窟，而形成北斗七星的阵型，用以封印恶龙的力量。那当时的村民都按照这个吕洞宾的指示，日以夜继的就挖出了一个石窟，终于就建成了这些神秘的石窟。那这些石窟不仅具有强大封印的力量呢，还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哲理。据说每一个石窟都代表了一种天地之间的奥秘，蕴含着古人对自然、宇宙和人生的深刻理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些石窟逐渐被世人所遗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呢，一次偶然的机会龙游石窟才得以重见天日。那看到这里呢，有人就认为这个龙游石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些产物嘛。因为石窟内的壁画中出现的鸟和马的造型呢，与余姚和内蒙古出土同时期的这个壁画是十分类似的。况且有画无字也说明了此时的人类文明尚未完全的开化，无法通过语言和文字的方式记录事情。所以专家就推断呢，这里是石器时代穴居人的居所。当时的生产力非常落后嘛，人们依靠打猎为生，要随时提防野兽的袭击和自然灾害的侵扰嘛。所以呢，石窟的开口就较高，而开口较小，能够起到遮蔽风雨和阻挡野兽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呢，这个石窟是秦国的军需物资仓库。龙游县呢所在的位置是春秋战国时期姑灭国的境内。后来呢，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这里就成为了太墨县。全国高校的孙子兵法研究会长张楚良才呢，就是仓库说的支持者。他经过长达1年时间的调查，就发现这个龙游石窟很符合地窖开口的方形的特点。夏天温度呢能够稳定在15度上下，而冬天呢能够保持6到7度的恒温，跟冰箱冷藏室差不多，所以非常适合储藏物资。当然了，还有人不同以上的观点嘛，他们就认为能够在如此坚固的石壁上还能刻字的工具只能是百炼钢，而百炼钢的技术呢是东汉末期才开始发展起来的那此前的青铜以及铁器才逐渐被淘汰所以龙游石窟一定是汉代后到明朝前这一时期的产物。而杭州师范学院的周少雄副教授呢，勘察了石窟后就得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也认为这里应该就是当年的采石场遗址。龙游石窟大多为红砂岩，那这种岩石呢软硬适中，很适合开采和加工。这些石窟产出的石料惊人不可能白白扔掉的，很有可能挖出来呢被运到了其他的建筑工地去了。如此有规模组织的社会分工合作一定是生产力达到一定规模后的产物嘛。那秦汉之前应该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而专家们公认龙游石窟的挖掘修建的难度是极高的。要修建这种已经开发并对公众开放的这5个洞窟呢，就需要掏出20万立方的土石。那全部24个洞窟需要掏出48万立方的这个土石，这就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资源才能够修建完成。那采石工人将土石呢从岩石上凿下来后，还必须要有大量的工人负责搬运渣土嘛。
另外还需要手艺高超的匠人负责雕刻壁画等，所以整个工程环环相扣，比修建长城其实也简单不了多少。那石室内作为石窟支撑的石柱并不是石窟挖掘完成之后再安置的，而是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预留好的。石柱和石窟接触的部分没有任何拼接的痕迹，本来就是一体挖空的。这个工程放在如今也是相当高的水准。也就是说呢，龙游石窟对于任何一个朝代来说呢，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绝非是某一个家族或一个部落就能够轻松完成的。所以龙游石窟的诡异的位置以及造型以及修建的年代用途呢，都众说纷纭，以至于甚至有人提出了外星文明建造之说，并将其与埃及金字塔相提并论，称之为世界第9大奇迹。因为这些石窟都是金字塔形状的口小底大，里面呢都是漆黑一片，就算是在最明朗的日子呢，光是从最上面的小口照进来的阳光也是达不到采光条件的。那古人到底凿出来这些石窟以及条纹的时候，他们的照明系统又用的是什么呢？他们当时的照明应该不是用火把或者是油灯的，因为火把或油灯燃烧之后会冒黑烟这些烟呢会附着在这个石壁上留下痕迹，而这些炭黑一旦留下之后呢，就再也擦不掉了，会上千年上万年的一直留在那里。要挖出这么大的洞穴呢，如果用古代的常规方式来证明的话呢，会在四周的墙壁上留下很多炭黑的痕迹，弄不好整个天花板都是被熏黑的呀。然而事实上，专家们检测不到任何的炭黑的痕迹，所以呢，问题就来了呀。人们在凿开这些洞穴的时候，到底是用什么东西照明的呢？于是有人就想起了埃及的金字塔，因为埃及金字塔内也有很多精美的壁画，也是都找不到那些被烧黑的痕迹。跟龙游石窟呢就很相似。那他们到底都是用什么样的灯来帮助他们在漆黑的作画雕刻的呢？科学家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呢，一幅画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壁画上有一个蛇形的图腾，非常像一个很长很长的灯泡而这种灯泡的形状呢，在埃及和其他古老的壁画中也都出现过。在埃及著名的哈苏尔神庙中呢，也有这样一盏从莲花中长出来的灯，叫做丹达蜡之灯。有研究人员对比之后就说这个丹达蜡之灯就很像是现代用克鲁克斯管组合做成的灯泡。那克鲁克斯管呢是一种真空玻璃管，里面的空气呢非常稀薄，玻璃管的两端有电极，如果把高压加到这个两端的电极上呢，就可以在两极中间出现一束跳动的光线，可以用作照明灯的。于是他们就解读说呢，这个丹达蜡之灯透明管呢就起着真空玻璃管的作用，管内的蛇形呢就是灯丝。所以古埃及人和这个游龙石窟的古人呢，都是用这个原理来照明的吗？也不是没有可能。还有一种外星人假说呢，传说就是喜马拉雅山下有外星人的基地，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山洞，飞碟呢可以在里面自由的起落。可是龙游石窟虽然巨大，但是还没有大到可以让飞碟进入的程度嘛，而且洞口很小，又有台阶，进出很不方便，不像是飞碟的基地。于是又有人提出来说上古时代不是有巨人一族吗？这些石窟会不会是巨人的杰作呢？比如龙游石窟的那个台阶设置的非常高，就不符合人类的这个身体的特征嘛。如果是3米高的巨人，这个塔内或洞穴内跨步走起来就刚刚好。包括埃及的哈苏尔神庙呢，里面也是非常巨大，壁画上的人呢也都是按照巨人的骨架来画的。还有复活节岛上巨人石像的雕刻，以及英国巨石阵、土耳其的哥贝克利石阵都展示着巨人的身影，而且很多巨石身上也刻有一些小动物所以有眼尖的网友就说呢，1号龙游石窟上的那只鸟呢，就跟世界各地巨石阵当中的那些鸟刻呢，都有几分相似之处。而龙游石窟呢，也是有1万年历史的了。难道1万年前的这个世界真的曾经就被巨人统治过吗？而华夏的巨人跟世界各地的巨人，他们都互通有无的吗？直到今日呢，人们都没有破解龙游石窟的谜团。那强大的网友们大家可以共同推论一下嘛，没准答案就在其中呢。哦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